兰花很难养吗？看完这个视频你就会了。咱们从光照、浇水、施肥、浇尖、黄叶、不生长、不开花，全面讲解一下这个兰花的一个养护。想学养兰花的，咱们可以多看看啊。那么这些是我去年种的这个兰花，到现在正好是1年的时间，它已经全部来花了啊，全部复花了。包括这个大花蕙兰啊，它也复花，也开始长花苞了。那有人说你养的什么玩意儿呢？这兰花上面全是斑点啊，咔咔的还交尖呢，叶片还开裂呢。这个就证明这些兰花是我真正养出来的，并不是我上别人家买一盆兰花，我给你叭叭叭给你讲，我讲的都是真实的一个养护经验。像这些兰花是吧？或多或少的都存在一个交尖干尖的一个现象，这些都没有问题。因为兰花的这个叶啊非常长，之前就给你们讲过啊，这种叶片就像人一样啊，心脏离手指尖它是最远的，人冬天会出现手脚冰凉，因为手在血液循环的一个末端，这个水就像血液一样啊，运输周期长啊，它属于末端。因为兰花的这个叶啊非常长，它是茎干根系吸收水分，它传输水分的路径啊，它是非常长的，是吧？有时候这个光照比较强啊，比较热呀，湿度比较低呀，可能偶尔缺1到2次水呀，它出现这种干尖是特别正常的啊，不要过度惊慌。只要是叶片上不出现不规则的一个斑点，那么就欧了啊，就没什么问题。不要过度去用药，植物本来没问题啊，你用药以后花烧死了。如果说这个兰花的叶片出现这种啊先黄后黑的表现啊，如果这个叶片上在这个兰花上不断的出现啊，黄完一个再黄一个，黄完一个再黄一个，芦头出现收缩干瘪的时候，同时它的新的芦头生长特别缓慢的时候，那么这种持续不断的这种干叶，那么就是缺水，浇水量不够，浇水不够透的一个典型表现。注意区分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啊，兰花交尖干尖黄叶的问题咱们解答完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兰花需要的一个光照。现在这个季节，冬季的一个季节，大多数兰花这个花苞已经开始往上上了啊。不同品种的兰花开花期也不一样。那么现在的这个季节，兰花可以给它增加光照。冬天阳光的紫外线偏低啊，阳光照射到花盆里边，温度相对来说比较低，那么对花盆土壤里边的温度影响的比较小，那么间接的对兰花根系的一个温度影响比较小，给它多多提高光合作用啊，让它制造养分。这时候可以给它全日照。以我东北辽宁沈阳咱们举例，那兰花在进入6月份以后啊，温度超过28度以后，咱们要给它挪到明亮散射光的位置。你就记住一个规律啊，这个女性什么时候啪啪啪往脸上去拍这个防晒霜了，咱们什么时候就给兰花遮阴啊，什么时候它不抹防晒霜了啊，咱们就给它增加光照，是吧？那么这个周期就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啊。第三个大问题就是兰花浇水的一个问题，浇水和你兰花的配土息息相关啊。大家可以看啊，我这兰花有用泥炭种的，还有咱们这个以树皮为主的兰花土种的兰花，它俩的浇水周期是完全不一致的啊。为了更明白的去教你们学浇水，咱们先讲一下兰花的一个换盆。好的换盆手法，咱们直接简化你浇水难度。咱们换盆的时候，脱根的时候啊，咱们检查这个兰花有没有空根烂根，发空发干一捏化水的啊，它都不是好根，咱们给它梳理一下啊，不然的话后期这个根系会在土壤当中腐烂啊，造成这个菌害。我换盆的一向的这个习惯都是什么？能用手的尽量不用剪刀啊，不去剪根，不去切根，剪刀剪过的这个伤口它是不爱愈合的啊。咱们很多养花人都在这个用剪刀咔咔的剪，剪完伤口不愈合，后期这个菌进入伤口里，造成植物的一个病害。咱们捏的有韧性的这种根系，哪怕这个颜色不太明亮的啊，稍微有点暗的这种根系都给它保留，因为兰花种植以后啊，它会从这种好的这个根系啊旁边重新塌塌的发根，梳理到这种程度啊，没有特别不好的这个根系啊，咱们就可以给它进行一个种植。那么烂根比较严重的啊，咱们可以调一下低浓度的杀菌药啊，咱们给它浸泡一下，浸泡个大概半个小时左右，拿出来要把水分晾干，根系周边表面的水分没有了就可以。然后咱们进行一个上盆啊，我用的土
是泥炭为主的，咱们这个卖的这个种啥啥火土，你也可以用这个兰花土啊。咱们一会儿会讲一下兰花土和泥炭土的一个浇水区别。像这种咱们用泥炭种的啊，基本上不用给兰花去加这个底肥了啊。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种植的时候，首先避免空根的一个发生啊，中间的土啊，咱们先往中间去塞土，是吧？这也叫护心土，也叫奶奶土，中间土给它塞实上，尽量的啊，不让它有这个空根，根土贴合的。尽量的去好一些，你不然的话，你种进去以后，中间土填不实，这个兰花会出现问题。底土咱们加完以后啊，中间土填实，咱们直接种进去。咱们这个兰花的种植高度啊，大概说一下啊，咱们大概率的就是什么炉头的位置啊，里边炉头这个位置和瓶口稍微对齐，你不要太强迫症啊，就我对的很齐很齐，拿量尺卡着对啊，不用啊，大概的啊，尽量的不要高出这个盆口。啊，后期浇水方便。第二个就是，不要埋的过低过深，然后咱们周边去填土。之前给大家换盆的时候教过大家铁砂掌啊，兰花换盆的时候再教你一个武林绝学啊，打狗棒法。咱们找一个一次性的筷子啊，周边土给它压，一定给它压下去啊，因为兰花这个花盆不需要太大，是吧？周边土给它填实压实啊，顺带的这个梳理一下根系的一个生长方向啊，不要过狠。这个你换盆时间长以后就有一个手感啊，这个筷子一扎直儿下去了，那么有空洞啊，根土贴合不好，后期不发根，空根烂根，就这么个原因造成的啊。那么也不要说我使劲的啊，我拿个锤子叭叭叭叭往里压啊，你压的太实了啊，这个兰花的根系生长受阻啊，你压的稍微有点阻力，不往下压不动了，感觉比较实了，筷子往里去扎一下，也是比较实诚。那么这时候非常完美，非常 OK 啊。然后咱们炉头埋的高度是非常重要的啊，它直接影响到你浇水，包括咱们炉头湿度的一个保证啊，这些都比较重要。那么我养护兰花种植经验啊，减少后期浇水难的一个问题就是炉头做到半埋啊，咱们不深埋也不浅埋啊，这样炉头位置的湿度能够得到一个充分有效的一个保证。咱们室内养兰花的通风不好，温度过高的时候啊，炉头位置不至于过闷，那么变相的预防一个什么静腐的一个发生。咱们尽量在种植的时候就做好预防它夏天温度过高静腐的一个发生，也做好咱们浇水的一个前期的一个提高容错率的一个习惯啊。所有的植物我教你们的都是这样啊，都是通过换土的时候咱们提前去预防，减少浇水的难度，养护的难度。那么咱们后期养护也是炉头的位置分芽出新根，芽长壮以后进行一个复花，反面的一个教材啊。那么炉头半埋的一个位置啊，看见了吗？这是去年的啊，炉头半埋出花芽，炉头半埋出叶芽出花芽，半埋出叶芽出花芽。这边的炉头没有埋啊，没有埋住，看见了吗？炉头位置在这儿啊，没有埋进土里边，啥也不出啊，不出芽不出花。所以说炉头埋的位置非常重要啊，不管你是用这个泥炭，你还是用树皮种啊，室内养护咱们尽量的去做啊。北方地区你就可以参考我的方法去种，然后咱们加快植物长根，加快植物浮盆，不烧根的刺激长根的咔咔长根的这个微生物肥肥盆面给它来上一勺，然后咱们小水慢浇，把水浇透啊。记住了啊，我这个是泥炭种的啊，咱们小水慢浇，把水浇透。如果你是树皮种的啊，兰花土种的，纯质料啊，纯颗粒种的，咱们干什么？找一个大盆啊，浇吧啊，翻来覆去的浇个3到4遍，让这个树皮充分的吃饱水分，确保土壤完全浇透。咱们给它放在你家环境特别明亮的地方去缓苗就 OK 了啊。兰花的种植啊，炉头埋的深度高度啊，和你浇水息息相关啊。所以说我先讲这个啊，你要跟着我学浇水，咱们尽量的啊，把这个炉头位置埋的一个高度给它整明白了。这个炉头过高的，上面给它填点土；炉头过低的啊，埋的过深的，咱们给表面的土啊，给它拿下去一点啊，这土不要了，给它扔了，调整一下，然后咱们讲浇水。咱们浇水的时候啊，如果你是用咱们这个种啥啥火土啊，用泥炭种植的兰花，咱们花盆表面这个土变色了啊，发棕色发白色是吧？咱们扒拉土，扒拉到这个位置啊，一小点手指节的位置，摸到没有湿度了，浇水，这是不缺水的啊。也盆咋裂了呢？这是不缺水的泥炭啊，是黑的，
缺水的泥炭发白发棕色啊，不缺水的泥炭发黑色，是吧？这就是典型的一个区分。我用泥炭不是我发明的啊，是咱们这个花友用我的土，然后分享给我的，我后期一用，哎，浇水方便很多啊。这个盆土的湿度保证的比较好，炉头位置的湿度保证比较好，正好适合我这个懒人去用。一般用这个泥炭，我的浇水周期一般大概也就是个5天到7天左右啊，前提是你得按照我的方法炉头半埋，看见了吗？这又出花芽了啊。那泥炭种植的兰花，咱们浇水沿着盆边，哎，小水慢浇，给土一点吸收水分的一个时间，让土吃透水啊。过一会儿这个水渗进去以后，咱们再浇一遍啊，底下托盘流水就 OK 了。如果你是这种兰花土树皮种的兰花啊，咱们浇水的时候尽量的啊，你拿到卫生间大水去冲它，去冲洗这个土啊，多浇一会儿，或者是你底下垫个盆啊，刚才讲过了是吧？翻来覆去的去浇啊，浇一遍再浇一遍，让这个树皮它能够吃透水分啊，不然的话后期特别容易空根啊。很多人说浇水不烂根吗？你配土这种树皮啊，它一丁点它都不保水了啊，全是空气，它怎么来的烂根啊？对兰花有浇水就烂根的这个误区的话啊，大家还是多考虑考虑这个问题啊。你像北方就是干啊，兰花一般情况下这种资料都是先干先空根，后期再烂根。大家可以把你家养殖的兰花拔出来看一看，多参考参考我这个话啊。那么另外啊，就咱们浇水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个季节，那么就是高热的一个季节啊，温度超过30度。以我刚才讲的这个女的抹防晒霜这个为例啊，超过30度以后，咱们不管是什么土啊，浇水的时候尽量去多冲多浇啊，利用水温把盆土的温度完全的给它降下来啊，盆土温度千万不要高了啊。盆土温度一高，净腐软腐咔咔往上上啊！温度高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把水给它降下去。温度超过30度以上的时候啊，这个兰花长势它就开始变慢了，基本上啊会进入一个短暂休眠的一个时间。咱们在6到8月啊，温度比较高，兰花进入休眠的这个季节啊，咱们也不要盲目的像我这样去喷花啊，增加湿度。这样特别容易造成菌害啊，尤其是这种嘎嘎的啊，一顿干水一顿干水啊，你通风不行，通风跟不上来，这个水长时间沤在里边，净腐就来了。最后一点，关于兰花的施肥啊，它涉及到兰花开不开花，是吧？芽壮不壮，新芽多不多，花量多不多。那么根据我的经验，咱们施肥分几步骤。关于兰花长根调节土壤啊，我都是这个微生物有机，20天到1个月啊，给它撒上1勺，花盆的表面啊，微微用土给它盖上啊。它是一个基肥，它负责兰花的长根，提供一些基础性的一些氮磷钾钙镁硫铁锰锌等等一些全元素的一个肥。根据兰花这个生长阶段啊，我又配了2种速效的这个营养液，一个通用一个观花。比如说现在我刚买来的这个兰花啊，它出花剑了，那么这时候啊，我就多用这个观花型的啊。一般情况下，我是间隔1次浇清水，给1回营养液啊，1比2000兑水去灌根。等兰花这个花芽啊，开放度比较大了，比较好了，是吧？还有隐藏的这些花芽啊，这一个兰花出很多件啊，这些花芽上来以后啊，开放度差不多打开或者是打开一半的时候啊，营养液要停，不然的话这个花可能会提前败落。第2个阶段就是花瓣以后啊，它进入这个长苗期。第一个方面是恢复，第2个方面会抽新芽啊，抽出来新的叶芽。兰花在抽穿芽的时候啊，它进入苗期生长的时候，这个时候改了啊，改成通用的营养液啊，浇1次清水给1次营养液，浇1次清水给1次营养液啊，1比2000兑水去浇。那么刚才讲过一个重要的一个季节，就是6月以后啊到8月中旬这个阶段，那么兰花会进入短暂的一个休眠期啊，这个时候要给它停肥。那么从夏天往秋天转化过渡的这个时候啊，温度低于30度以后，进入生长特别旺盛的一个阶段啊，这个时候涉及到新芽发的多少啊，从这个营养生长转化成这个分化花芽的生殖生长，这个时候咱们这个肥料要调了啊。那么我是间隔1次浇水，给1回速效的这个营养液啊，通用和观花交替使用。这时候施肥的浓度我给变了啊，1比1500去灌根。之前都是1比2000啊，我改成1比1500了，这时候要注意。那么这样兰花的新分化的新芽越多，连带的
啊，分化的花芽就越多。那么包括大花蕙兰的一个复花啊，我也是进行这么一个施肥的啊。那么有可能很多人看完这个视频啊，觉得这个养兰花太复杂太难了啊。那么用心去观察，用心去体验，利用这个兰花磨练磨练你的性格，那么养兰带给你的乐趣那是无穷的，已经倾囊相授了啊！别忘了点赞关注啊！